這是最讓美軍崩溃的戰爭。全軍壓境，直逼鴨綠江，揚言24小時結束戰爭，全員回家過節。海陸空火力拉滿，裝備碾壓全場。可誰也沒想到，終結這場狂攻的竟然是一群穿着薄棉衣、餓着肚子的中國士兵。1950年11月24日，麥克阿瑟站在朝鮮北部前線，對着隨行記者放出狂言：總攻勢已經打響，美軍會一路打到鴨綠江，讓士兵們回家過聖誕節。可他做夢也沒想到，這場吹上天的總攻只推進了1天就徹底崩盤。更沒料到26天後，自己麾下的第8集團軍司令會死在狼狽撤退的公路上。第一次戰役打完，美軍始終沒摸清志願軍的底細。麥克阿瑟篤定中國只是象徵性出兵，不敢真和美軍硬碰硬。志願軍剛好抓住了這份輕敵，非但沒有乘勝追擊，反而主動後撤，沿途故意丟棄破舊裝備，還釋放了一批戰俘，讓他們散布志願軍補給不足，準備撤回國內的消息，一步步把美軍往預設戰場引。11月25日夜，志願軍的反擊突然打響，西線的第一刀砍向敵軍最薄弱的右翼。38軍、42軍直撲德川、寧遠，一晝夜就打垮了南朝鮮第7、第8師，硬生生在戰線上撕開一道大口子。緊接着38軍113師奉命向敵後穿插，14小時急行軍 72.5 公里，搶先搶占3所里、龍源里2道關鍵隘口，死死封鎖美第9軍向南撤退的通道。眼看退路被掐斷，清川江沿岸的美軍瞬間亂了陣腳，美第2師、第25師和土耳其旅被分割包圍，建制全被打散。美第2師滿編18000人，最後突圍出來只剩8000多人，重裝備幾乎丟了個乾淨，單兵裝備損失超過40%。東線長津湖的戰鬥更慘烈，第9兵團倉促入朝，很多戰士還穿着南方的薄棉衣，就鑽進了零下30-40度的蓋馬高原。11月27日夜，部隊突然發起攻擊，一夜之間把美陸戰1師主力和美7師一部切成了4段。新興里一戰，27軍全歼美第7師31團級戰鬥隊，也就是大名鼎鼎的北極熊团，連團旗都成了志願軍的戰利品。戰士們趴在雪地裡阻擊，飢寒交迫卻死不退後，有的戰士直到犧牲都保持着射擊姿勢，包圍圈始終沒有鬆動。美軍最後只能丟棄全部重裝備，靠着空中掩護才勉強突圍，一路往海邊狼狽逃竄。短短10天，聯合國軍從鴨綠江邊一口氣向南潰退300公里。12月6日，平壤重新被志願軍和朝鮮人民軍收復。12月23日，第8集團軍司令沃克中将在撤退途中翻車身亡，成了朝鮮戰場上陣亡的美軍最高軍銜將領。麥克阿瑟那句“回家過聖誕”徹底成了全世界的笑柄。美國國內輿論譁然，紐約先驅論壇報直接評價，這是美國陸軍史上最大的敗績。美軍從勢在必得的總攻到全線崩潰的潰退，前後不到1個月，手握絕對制空權，裝備全面碾壓的美軍為什麼會輸得這麼徹底？缺衣少糧的志願軍又是靠什麼打法硬生生把整個朝鮮戰局給搬了過來？由於時長原因，本期視頻分為上下2集，點擊頭像進入主頁，下集繼續拆解這場逆轉之戰的核心戰術。